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8日星期三，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财长耶伦承认对于通胀的乐观估计，并预计通胀继续保持高位。财政部长耶伦表示，今年夏天美国消费者将受到石油公司的摆布。周一，高盛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原油价格预计将达到每桶135美元。周二，耶伦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发表讲话时，因通货膨胀率接近40年来的高点而受到共和党人的热议，汽油价格比去年上涨了近50%。耶伦说，鉴于这些市场的全球性质，我们几乎不可能将自己与俄罗斯正在发生的冲击隔离开来。这些冲击正在俄罗斯发生，这些冲击推动了全球油价。周二，耶伦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关于该机构最新预算要求的听证会上说，我确实预计通胀仍将居高不下，尽管我非常希望它现在会下降。至于耶伦和鲍威尔的声明，即美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暂时的，耶伦说，我们俩都可以用一个比暂时更好的词。毫无疑问，我们有巨大的通胀压力。在这一点上，通货膨胀确实是我们最大的经济问题。通胀虽已显示出放缓的迹象，但到今年年底可能仍将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无党派机构预计，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将上涨6.1%，2023年将上涨3.1%。这一预测表明，通胀将从目前的8.3%的年度水平放缓，但仍将大大高于2.3%的长期基线。耶伦被问及他对去年美国救济计划，也称为 ARP 的支持，该计划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抨击，他们声称1.9万亿美元的计划加剧了价格飙升。耶伦说，由于全球通胀率很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将救济计划归咎于推动了美国大部分通胀。耶伦在听证会上表示，国会也应该通过颁布立法提高对高财富个人的税收来降低价格，并通过一项在国会停滞不前的全球税收协议。这项全球税收协议旨在让大型跨国公司在任何地方都接受15%的税率。它还将规定对最大的全球公司的部分利润征税。加拿大发布猴痘全球传播的旅行警示。加拿大公共卫生机构发布了旅行警示，因为猴痘病毒继续在世界各地传播。通告建议，前往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旅行者采取预防措施，并警告说，如果他们生病，可能会延迟回家。建议旅客在2级建议下采取强化的健康预防措施。2级建议比避免非必要旅行的建议要低1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表示，旅行者可能会被采取限制猴痘传播的程序，例如隔离，如果他们被感染。魁北克卫生部门表示，该省共有90例猴痘确诊病例，这一数字高于上周报告的71例确诊病例。艾伯塔省、安大略省和哥伦比亚省也报告了猴痘病例，尽管加拿大绝大多数病例都在魁北克省。在当前非洲以外的国家，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1000多例猴痘病例，该病例更为常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在这些非流行国家中，猴痘的风险是真实的，但在这一点上是可以预防的。在5月份开始的本次疫情中，已有29个国家报告了病例，没有人报告死亡。世卫组织猴痘技术负责人 Rosamund Lewis 表示，人际密切接触是猴痘传播的主要方式，尽管他补充说，气溶胶传播的风险尚不明确。他说，照顾猴痘患者的卫生工作者应该戴口罩。预测警告房产市场可能下跌15%。根据 Desjardins 经济学家的一份新报告，到2023年年底，在利率上升和房产交易放缓的重压下，加拿大全国房价可能会比2022年2月的峰值平均下降15%，达到约67万5千加元，但仍将高于大流行前的水平，市场不会崩溃。
Desjardins 加拿大经济高级总监 Randall Bartlett 和高级经济学家 Helen Begin 表示，展望未来，我们认为，随着对利率越来越敏感的家庭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加息浪潮做好准备，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将对房地产市场活动造成压力。预计这将导致销售活动持续疲软，从而增加价格持续下行的压力。根据加拿大房地产协会的数据，加拿大房价在过去2个月环比下跌，此前2月份创下了816720加元的非季节性调整记录。加拿大央行开始大幅上调基准利率，在过去2次会议上，基准利率每一次都提高了 0.5%， 以应对30年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这是自央行22年后再次大规模加息。Desjardins 说，当我们展望全国住房市场调整将在省级层面发挥作用时，在某些方面，预计它将与我们在大流行期间看到的情况相反，例如，那些价格涨幅最大的省份，特别是沿海省份，应该看到最大的调整。相比之下，那些房价涨幅最小的省份，草原省以及纽芬兰和拉布拉多，应该看到大流行带来的最小调整。总体而言，Desjardins 表示，在最近的走高之后，调整应该会使国内房地产市场恢复到更平衡的状态。预期的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调整已经开始，尽管它仍然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场，但没有必要恐慌。虽然到明年年底，大多数省份可能会出现10%至20%的调整，但预计平均房价仍将高于 COVID 之前的水平和趋势。因此，预期的调整应该会给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带来更多的平衡。美国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挑衅中国。一架中国歼16战斗机通过在其附近释放照明弹，迫使澳大利亚海军波音 P8 波塞冬反潜巡逻机返回基地。该事件于5月26日发生在南海。6月初，加拿大国防部报告称，4月26日至5月26日，中国战机在朝鲜半岛地区接近加拿大 CP-140 巡逻机。加方称，在某些情况下，似乎加拿大飞行员被迫改变航向，以与中国拦截机保持距离，并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针对这2起事件，中国呼吁各方停止危险的挑衅。中国国防部指出，澳大利亚军机对中国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方认为，解放军的反应专业、安全、合理、合法。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南海和朝鲜半岛地区的空中挑衅可能是事先协调过的。中国海上边界周边的事件源于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政策。周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中国涉嫌不尊重联合国的授权，称中国飞行员对加拿大空军行动的反应是不负责任和挑衅的。周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将中方拦截澳大利亚海军飞机描述为侵略行为。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此番表态。政治学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表示，美国在组织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这些空中挑衅中发挥了协调作用。他说，显然有一个美国中心控制着他们的行动。美国在黑海和波罗的海针对俄罗斯挑起类似事件的经验很多，借此不仅要知道中国在政治方面的反应，还想看看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反应及快速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西方军方可能也想评估中国飞行员的技能和中国航空的技术能力。中国已经表明它是该地区的主导力量，它永远不会放弃，并将全力捍卫自己的安全利益。中国的回应是逼迫西方对军事冲突的后果进行深入和全面的分析，让其知道这种挑衅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海上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葛洪亮指出，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时期，美国近10年来一直都在推动非常重要的一项政策，即在中国周边采取具有明显军事化色彩的行动，比如在南海和东海海域越来越多地进行抵近式侦察和底线式试探，甚至一度还逼近福建省海岸。
此次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机出现在中国周边海域，并不仅仅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的事情，背后实际上是与美国所倡导的政策息息相关，包括所谓的航行和飞行自由以及军事威慑。葛洪亮专家认为，此类事件增加了军事冲突的风险。一方面，这是对地区安全和中国海上安全的巨大威胁；另一方面，也导致周边的局势越来越不安宁。特别是俄乌冲突发生后，国际上存在把亚太地区紧张局势类比欧洲局势的声音。可以看到，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所采取的这些行动，造成了地区局势继续升温的局面。另外，这可能也会让该地区国家处于大国竞争的险恶环境中，尤其是北约向亚太地区的延伸，可能会导致该地区重回到对抗色彩非常严重的环境中。军事分析家、独联体国家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指出，原则上美国及其盟国都在挑衅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某种报复行动。但美国人又不想直接与中国发生对抗，他们像以前一样在怂恿盟友这样做。这里指的就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美国及其盟国很容易玩得过火。如果说俄罗斯去年夏天没有击沉进入克里米亚海岸俄罗斯领海附近的英国驱逐舰保卫者的话，那么现在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后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在当前条件下，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和俄罗斯附近持续和蓄意挑衅，都可能引起冲突的爆发。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